大家呢可能也听说了2022年的房价通过呢2021年的这个房产调控，房价稳了，甚至呢这个均价都已经回到了2019年的水平。那么从整体来看呢，房价是稳中有跌没有成为呢大家所想象的白菜价，也没有呢成为一个天价，让大家呢都买不起。可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呢，虽然房价已经跌回到了3年前，但如果呢你和你周边的朋友或者说呢一些人聊天的话，他会讲呢这个房价以后还会涨上去的，我不相信以后会变成白菜价。为什么还有人在鼓吹房价呢？今天就这个话题呢跟大家来探讨探讨。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首先呢，第一点就是房产呢是一个周期性的变化，有涨就有跌虽然呢我们之前在视频当中给大家讲过，说这个房产呢在过去20年是一直涨的，但这句话呢不完全对整体的这个20年房价是涨的，但是呢也有很多时候呢房价是下降的。我们说从1998年房产改革开始，当时呢人们是没有买房意识的，甚至呢当时的商业贷款也刚刚形成雏形。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人没有进城了以后呢，当时也买不起房子，所以呢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个事情，思想上呢还没有解放，而且呢发展的重心呢也不在城市当中。真正第一次房价迎来大涨呢是在2003年非典以后，当时呢出现了一次货币大放水说白了就是鼓励大家买房，然后呢贷款的时候利率有优惠。当时呢有很多人在城市里面发展了几年，于是呢就买了房子05年06年这2年这个房价很平稳，到了08年房子又上涨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说房价不能够再上涨了。为什么？因为当时人们的收入水平有限，但房价已经涨得很高了，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房产会崩盘，甚至呢很多专家都这么说，尤其是针对当年深圳的房价。那么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呢，在2019年又来了一次呢货币放水，或者说呢是楼市的救市行为当时呢很多钱流到房地产当中。那么08年以后呢，直到10年我们可以看呢房价都是比较稳的12年呢13年又涨了一点，到了14年15年呢又没有动静了，到了16年才彻底爆发。也就是说呢，我们回过去看这20年房子呢是有周期性的，但是呢大家从这个大范围的情况呢分析出来了说未来的房价还是会涨也有些人呢认为这个房产调控就是这样，就会有紧有松，所以呢他始终相信这个房价会涨。那比如说呢，我们在2016年提出了这个房住不炒，当时呢人们都没有当个事儿，所以呢在2017年到2018年房价涨了，就更看不起呢这个房住不炒了。可是呢到了2020年房住不炒呢开始显现威力，房价就给稳住了。到了2022年又有楼市松绑的迹象，以前呢有限购限售限贷，现在呢全面放开，包括落户都给你放开。所以呢从整体来看呢，这个政策调控就是有紧有松，那么房价也是一样，有涨也有跌毕竟呢它还是作为一个商品。所以呢还有综合其他别的方面呢，很多人认为未来的房价呢肯定还是会涨的，但是只不过呢这种涨幅呢不会像过去20年那么猛，而是呢稳中有涨。当前呢人们很悲观的一个事情讲的就是说呢人口减少了，未来呢房价会跌。那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人呢是会动的，对吧？大家呢都向1、2线城市去流动，那你觉得那里的房价会降吗？现在我们所说的资源枯竭型城市，比如说鹤岗甘肃的这个玉门，对吧？这些地方的房价呢都很便宜，但为什么大家都不去买呢？你想想这个你就知道呢，人口的下降和房价的涨跌说实话是一个伪命题。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房地产在过去20年是我们的支柱产业，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任何一个行业能够替代房地产的作用。那么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房地产呢仍然会作为我们的这个支柱产业去发展，不然呢也不会提出房住不炒。房住不炒的核心是什么？3稳，是吧？稳地价、稳预期、稳房价。那么长远呢就是促进这个房地产健康平稳的发展。因为房地产呢在过去20
年已经根深蒂固，影响了80%的行业。一旦房价崩盘了，那么受到最大影响的还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很多人说现在房价高买不起，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点，房价如果跌成白菜价以后，你都有可能失业，更别谈买房子了。而且呢，你要搞明白为什么房地产要平稳健康的发展，也就是说呢，在这个房价稳的同时，还是要鼓励老百姓买房，在老百姓能够还得起贷款的情况下，还是鼓励大家去消费。只有房地产稳了，这样呢才能够促进经济的内循环，才能促进呢大家去消费。在过去20年当中呢，房地产的发展呢有可能有一些畸形，有些城市呢这个房价上涨过快，包括呢前几年这个3、4线城市房价野蛮的生长，但是呢这个房价的上涨呢是不合理的。有了房住不炒以后呢，你会发现很多地方的房价到现在已经回到了4、5年前的价格。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想一想，房地产的维稳就是呢在保护大家的资产，也就是说呢，我们的资产90%以上都集中在这个房地产上面。那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呢买了房子，对未来这个房价是有所期待的，即使不炒房，也希望呢自己的房子不断的升值。但突然告诉你，现在房子贬值了，你的贷款还不还？那么以前花80万买的房子，现在就值40万。谁能愿意呢？所以呢，才有了这个调控，让房价稳。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未来房价还是会缓慢的上涨，稳定的去上涨。那么还有呢，第3个方面的原因，那就是呢，房地产是安全的蓄水池，也是呢我们老百姓资产得到保障的最大的一个蓄水池。我不知道呢，大家现在有没有感觉到身边的变化？这2年呢，物价上涨得很快。如果呢你是做生意的话，或者是呢干实体企业的，你会发现呢，一些这个原材料上涨的也非常快。这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货币贬值的速度太快了。为什么货币会贬值？就是因为大量的印钞导致到通货膨胀的加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安全的蓄水池来抵抗呢这个通货膨胀。当前在我们国家来讲，买房子或者说房地产仍然是抵抗通货膨胀的一个主要有效手段。之前呢，我们说到在2017年、2018年房价在疯涨，那个时候呢是受到这个去库存的影响，大量的钱呢全部流到房地产市场当中，所以呢很多人担忧那个时候呢房价会崩盘。但是经过这几年房住不炒的调控呢，房地产市场稳了以后，这个钱呢就是有效的流入到房地产市场当中，所以呢不用去担心害怕。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房地产这个安全的蓄水池，那么物价可能会进一步的上涨，我们呢挣钱可能会更难啊！不要小看了房地产对我们日常的影响，你没有看见不代表呢它不存在。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